出街的时候呢，我们带大家看地方法院，现在进阶喽，所以我们带大家来看高分院，跟着我走吧。这是第6法庭，也是调解室哦，这是我们今天上课的地点。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林秋芬心理师跟我们谈关于离婚还有子女的议题。那秋芬，我们知道你在家事这个领域，你努力了很久，然后包括在家事调解，还有在子女会面交往这部分。那我们很想要知道，什么让你一直努力这么久？好，我在这个领域其实工作大概有7年的时间。那在这几年的时间里面，其实跟这些高冲突或者有离婚议题的父母工作的经验里面发现，其实在这样的一个高冲突环境底下，父母往往自己有很多的情绪，那他们往往看不到他们的孩子在这样子的纷争跟冲突底下对这些孩子身心的影响。那孩子其实本身会有很多的纠结复杂，跟其实难以去表达的一些情绪跟身心的状态。那我们的工作经验里面，我们就希望是我们可不可以有更多的一个多元的方式跟这些父母工作。我们希望父母可以降低纷争，然后能够关注到孩子的一个身心状况。所以你看到的是很多孩子的需要，然后他们父母其实是没有看到他孩子的需要，所以你是要提醒他们怎么样看到孩子，然后把这个离婚的伤害是可以减到最低的啊，是没错。好，那我想要先问你一个大家都很想要知道的问题，就是如果夫妻离婚，那对小孩子是不是有很大的伤害？因为我们常常听到很多的夫妻说，那我虽然是很痛苦，可是我为了小孩，所以我不要离婚。然后你是怎么样看他们这样讲的？我想要先说的是，离婚这一件事情，它并不一定会对孩子造成伤害。我觉得那个重点是父母怎么样去处理他们的这一个离婚的事件。那不管在离婚前、离婚中或离婚后，他们能够去平和的处理这一个状态的话，其实并不一定会对孩子造成伤害。那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的状况是，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断的相互攻击或者拉扯，或者有更多的一个父母的一个冲突，然后或者是把孩子拉到他们的冲突里面。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其实就会对孩子其实造成影响。所以我们有看到，其实是冲突的本身伤害孩子，而不是这个离婚伤害孩子。所以我们要把这件事情弄得很清楚。我们在出街的时候有讲到，离婚可以有2种方式哦。第一种方式是协议的方式，是双方达成要离婚的这个协议。那第2种方式呢，是如果我们协议不成，这时候还是可以向法院起诉哦，由法院来决定说这个婚姻是不是可以离婚，还是必须要继续维持。那这时候法院怎么样审查你们的离婚是不是有理由呢？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离婚的要件。那所以如果向法院起诉请求离婚呢，基本上法律是民法第1052条第1项的各款事由呢，或者是有符合民法第1052条第2项的不能维持婚姻的重大事由。那接下来呢，我们会一条一条、一款一款的慢慢做解释。基本上的原则是我们国家的民法呢，关于离婚呢是采取一个有责主义，就是基本上呢，我们是要有过失、有错，或者是有一个事由发生在自己身上，那对方呢才能请求离婚的。如果配偶呢一方呢有民法第1052条第1项的规定的时候，然后不堪同居的时候，那对方呢是可以请求离婚的，就是有错的那一方是不可以请求离婚的，那没有错的那一方才可以请求离婚。那1052条第1项第1个事由是什么呢？是重婚。那大家会觉得有点怀疑啊，那如果是重婚的时候，户政机关是不准他登记的哦，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事由产生呢？那其实我们因为现在国际之间的交流是越来越发达，在现在如果某个人呢是在外国结了婚，他回来是没有做登记的时候，他如果又再结婚，这时候就有可能发生这样子的状况。第2种情形呢，就是与配偶以外之人合意性交，基本上我们会说这是一个通奸的事由。那这样的状况其实还蛮伤别人的心，然后违反彼此的一个忠贞义务，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是准许
没有犯错的那一方请求离婚。那第三种事由呢，是夫妻之一方受他方不堪同居之虐待。这个事由呢，也是我们在实务上常常看到的一个主张的事由。那我们基本上我们判断的标准呢，我们最高法院的说法是怎样呢？它是说是否以逾越夫妻通常所能忍受之程度，而有人格尊严与人身安全被侵害的情形。那感觉起来这样讲是非常的文言，我们是搞不是很清楚的。基本上他这样子的程度，是不是说大家是一般人是很难忍受、很难接受这样的状况？他可能是觉得对一个人的人身安全是有危害的，或者是说他觉得对这个人的人格尊严，当一个人的尊严是有危害的时候，这个时候通常法院会准许离婚。然后最高法院还要说，如果是精神上或肉体上的虐待都是，所以如果是精神上的虐待，比方说辱骂啊，或是半夜不给睡觉啊，这些也有可能是构成离婚的事由哦。那如果我们实务上常常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可能对方都会说，那他可能做错什么事情，所以我才打他。那这样是不是有可能构成不堪同居之虐待呢？这个时候也是有可能哦，因为其实如果夫妻即使犯什么错，对方是没有处罚的权利的。所以最高法院说，如果因为有愤怒而有过当的行为的时候，这样也有可能构成不堪同居之虐待。最高法院还有说了，那不以虐待的故意为必要。像刚刚我们举的情况，他可能只是生气啊，觉得对方做错事，然后就打他啊。那他可能说，那我并没有要虐待他的意思，我只是生气而已。这个时候其实还是有可能会构成的哦。那另外要讲的是说，这一款如果不构成的话，其实我们在实务上有可能是结合这一款的情况，还有其他林林总总的情况，而可以主张是第二项有重大事由而请求离婚的。第四种离婚的事由是什么呢？就是夫妻之一方对于他方直系血亲尊亲属为虐待，或受他方之直系血亲尊亲属之虐待，致不堪为共同生活。那这样子的状况呢，通常是比方说是媳妇啊虐待公公婆婆啊，或者是公公婆婆啊虐待媳妇啊，或者是另外一方。这样子的状况，我们也是认为是可以构成一个离婚的事由。再接下来也是一个实务很常见到的一个情况，夫妻之一方呢恶意遗弃他方在继续状态中。这种情况通常是发生在夫妻没有住在一起的情况。那比方说比较常见的就是有时候外籍新娘她回到她自己的国家，然后很久很久都不回来了。那因为其实夫妻有时候会吵架啊，那吵架其实有时候他们就会回娘家或离开家，所以要主张这一款的事由，其实他的分开住在一起的状况呢，是要持续一段的时间，要相当的时间。我们在实务上有时候会碰到有人，就是太太生气回娘家1-2个礼拜或1-2个月就跑来申请离婚的。其实这样的状况，我们是不认为他恶意遗弃对方，然后而且是在继续状态中。那有一个是比较快，我们认定是有可能是可以构成恶意遗弃的呢，是如果你们双方啊曾经大家讲好，在法院做一个和解笔录、调解笔录，说，我们同意履行同居哦。但是这个履行同居，我们可能约定了一个时间，说他要搬回家住。可是他如果在那个时间内，他后来还是没有搬回家住，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就会认定说他是有一个恶意遗弃他方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起诉请求离婚。其实恶意遗弃是要有一个客观的事实，还有一个主观的情势。那如果是双方是有一个分居上的协议，其实我们就认为说可能这是没有主观的情势。那至于分居这件事情很久，那有可能我们其他后面在不能维持婚姻的重大事由会去做一个考量。那最高法院还有说是夫妻一方如果他是有一个支付家庭生活费用的义务哦，然后他没有正当理由拒绝支付，然后使他方不能维持生活的这样的状况，也是算是恶意遗弃，那也是可以请求离婚的。第6个离婚事由是夫妻一方意图杀害他方，这个当然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所以大家应该很容易理解什么叫意图杀害他方，然后这个是为什么可以请求离婚。
再来就是有一个不治之恶疾。那这一款我们用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会有一个道德评价或者伦理上的一个争议。因为其实一般人大家都会觉得说，要结婚就是要有一个人可以一生一世在一起，彼此照顾、彼此扶持。但如果一方其实他生病了，比方说是植物人，这时候竟然他是需要照顾的时候，那如果你让另外一方是准他离婚的时候，这感觉起来好像是违反我们一些价值观念和对一个婚姻上的期许。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需要有一个依附关系的。如果站在另外一个不是植物人的配偶的角度来看，其实他也是很可怜的啊，因为他也是需要有心理上的支持啊，有生理上的需要啊。那如果他一直跟一个这样植物人，他是一个没有回应的人在一起，他这些生理或心理上的需求都不被允许，那在法律上他可能也不可能跟其他人有这样子的心理上的连接，还有生理需求这部分的提供。那这样子不断长时间，对一个人来说是一个精神上很痛苦的一个折磨。所以法律在考量各个状况之下，也是认为说，如果有这个不治之恶疾的时候，是允许另外那一方是起诉请求离婚的。那第8样重大事由，就是说有重大不治之精神病。怎么样子的精神病算重大不治呢？我们其实是要依个案来决定的。那当然我们也是由法官来做一个把关的动作，这样子是不是他的精神病已经严重到影响说不能再继续维持这个婚姻，对对方是产生很大的痛苦，然后任何人都会觉得没有办法再继续生活下去这个状况。那第9项呢是生死不明已逾3年。